如果你要照顾利安的话，首先收买他最好的办法就是每天早上先给他一杯冰的焦糖拿铁，他一整天就会对你有一个非常好的印象。然后呢，他冰的吗？冰的，一定要冰的。然后第二个点呢是，如果你在吃饭的时候，一定要在他旁边等着。你看他开始放慢速度，或者是开始在聊天，然后把饭拿着的时候，这时候你就把你的筷子拿过去，把他的东西夹走，他就会觉得你超帅。那你有做过吗？他会有，我很常帮他吃东西。我们会分享啊，就是因为他有他直接跟他要求说，你可以帮我吃这个吗？哦。但是因为他也不想要浪费那个食物嘛，所以他就会开始找旁边有没有人要帮他吃。然后这时候如果你主动帮他吃，他就会觉得超帅。因为我怕我说不完哦，这个直播会真的。那我再说最后一个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我那就3つ目の注意事項ですね。那我讲3。就最后一个是，如果你要怎么样发现他可能心情有点不太好，或者是有一点在想事情呢？就是他会突然在一个场合开始玩自己的手环，或者是玩桌面上的任何东西。这个时候代表他可能现在心情有点低落，或者是他现在没有那么自在，然后就可以关心，你就要关心他一下。哇哦，是真的吗？好浪漫嘞，很细节啊。小细节哦。善存的话，如果你要收养他的话，你要每一天早上要给他喝一杯黑咖啡。然后呢，他很喜欢把自己的嘴巴保持清洁，所以他几乎每一次都会带一个薄荷糖在身上。对，他无时无刻就要让自己的口齿感受到清凉，所以要备这些东西。然后呢，善存他不挑食，不挑食。那你继续。他不挑食，但是如果你只要看他在一个人，然后很安静在旁边的时候，他不是心情不好，他是在自己的世界在想事情，但是他绝对不是对你心情不好，还是什么，他只是在想在他的世界里。对，认同吗？我认同啊，我们两个都会有，就是一个人在自己世界的时候，可是我们很不一样。我是会躲起来，就是可能发呆看外面，然后立安是会开始跳舞啊，或者是讲一些很跳跃的话。接下来我就自己收藏了好了。不想给你讲太多。对，秘密吗？对，不能讲太多。善存被称为立安翻译机。最近立安说的话，好像大家开始听得懂了。善存会觉得自己的功能没了，而感到落寞吗？有吗？有吗？立安，你要先说吗？立安，你自己觉得讲话变得比较顺吗？还是？人还是要有一点成长嘛，总不能一直停留在原地嘛，还是要一直在进化，一直在，对啊。然后，但是我自己私底下你们看不到的地方，我还是有请教很多善存很多事情，只是你们没有看到而已。所以我相信他应该不会失落到哪里去啊。善存，但是你说嘞？我觉得就是其实我觉得，因为我们从宣传的一开始，因为这一次算是立安的第一次的主演，所以也是他第一次参与这么大量的宣传。然后从他一开始没有那么习惯，他其实有很多事情想要讲。然后他有时候就会问我，或者是我自己看他好像有点在想，就是他开始玩这个的时候呢，我就会去找他说：“哎，你想要说什么呢？”然后我们就一起讨论说他可以怎么说。所以他现在确实变得很厉害了。然后，可是我同时帮忙他的同时，我也会想要捉弄他。像是我们拍戏的时候，我跟导演就是有一场戏，我不是就是写了一首歌，跟导演就是要送给他。
可是我们就一直拖到最后那一场要拍的时候，才在当场就是让他听到。然后我们有预想过这个惊喜，他可能会就是很感动，但没有想到他直接爆哭。我直接爆哭，成果完全超出我跟导演的想象，太棒了。好，真的，那就因为当时第一次听到的感觉真的是无法抵挡那个力量，那一股，因为那时候我就想到我们的回忆，然后我们在整个剧组里面所有创造的所有的过程，然后我就觉得哇，那我觉得我跟萧立成的爱真的是太满了，然后我就。哇哦，我就眼泪就流不住了。嗯，我们那时候只是先排戏而已哦，然后先弹好像两三下，唱2-3句吧，然后我就不行了，不行，等一下，然后我就逃离现场。我觉得哥哥跟弟弟他们两个角色都很吸引人的地方，因为哥哥跟爸爸的那一段，我觉得太感动，就是俊鹏他演的非常的感动，我很想要挑战一下自己。如果是在这样的情况下，跟爸爸到底能走到哪里？但是我觉得我为了立安，我必须去演弟弟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，妈妈？因为弟弟要公主抱哥哥，立安他要怎么公主抱我呢？我说不定真的可以哦。安诺嘞，你问我。但是腾腾想要证明他可以抱的话，我去演哥哥是没有问题的。好，还是我们都演俊鹏的弟弟。3个弟弟，3个弟弟，4个兄弟吗？对，然后我们自己兄弟在一起的剧情。腾腾印象让我最深刻的一场戏是在饭店那一场戏，虽然他就是那一场他被强迫带到饭店里面，然后我去救他那一场，因为虽然那一场他的台词不多，但我觉得他那一场的状态让我印象深刻。就我冲进去，我本来要扶他，他就跟我说：“你走开。”然后我听到这句话，我就整个火又上来，然后骂他，骂完他发现他状态不对，然后去抱他，然后我觉得之后我们有那种很心疼，然后要告诉他我在这里的那种感觉，那场让我印象深刻。然后我就是在那个爱心荡秋千的那一场，然后那一场刚好是我们自己临时起意加的一场戏，然后我们跟导演啊，还有整个剧组都是即兴创作，然后所以我觉得我们那个所有台词都是我们自己创造的，所以我觉得他有一句，我问他说，然后他问我说我问我们现在的关系你还喜欢吗？哦，对，我就说，你就说喜欢是喜欢啊，只是我还不太习惯。然后他就说，那他就问我说，那你喜欢我吗？然后我就说，然后对，然后我就说，他就说那就好啦。他就说他说我们不用太在意任何人的眼光，幸福是属于我们自己的。对，我觉得这句话。我很好奇，因为这个是他自己创作出来的，所以有代表也是以擅长跟你们说那个整段是你们自己想出来的吗？那场戏是这样的。我跟腾腾还有导演，我们3个就是在拍摄那一场的前半个小时，我们才决定要加那一场戏的。所以那些台词其实都是我们知道站位了，我们才开始就是直接丢出来。所以对我来说，那个是善存我觉得最真心、最真实的一段话，就对我来说啦，因为我有时候我在剧组还不太习惯里面的生活，然后善存会自己跑来藤木人的房间，因为我睡在藤木人的房间嘛，他就会自己跑过来，然后就问我说：“今天怎么样？然后还好吗？”然后关心我，然后我们就。聊心谈心的大概有快2-3点这样子，之前也没有那么多机会可以聊这么多深入，跟更能了解善存的事。那腾腾在我们这个家里的感觉，他既是管家，又需要被人家照顾。因为呢，他会是管家的原因是他有一个自己设定的门禁，
就时间到了，如果小叶回家还没有回来，或者是我回家还没有回来，他就会开始讯息问我们说你们在哪里，几点回家？我已经有了啊，就是我都叫立安叫腾腾了，就这个到现在我也改不了，已经变成一个习惯了。因为其实那个时候排戏的时候，原本大家都是念腾腾，然后是我自己把它改成腾腾，因为我觉得历程，对，因为历程对于牧人应该会用一种比较可爱，然后又蛮特别的发音，对，所以我自己把它变成一个比较有趣的发音。